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nn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快速来录一个开箱视频，这是我最近1个月内买的第3个 LV 的包了。前2个牛仔包已经在上期视频刚刚分享过，今天就来开箱第3个。这是我长草很久的一个包款，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款式。然后它也是我最近蛮长一段时间以来入手的最贵的一个包，在我的包柜里，它的入手价格应该是仅次于爱马仕。那这个包我已经收到有几天了，一直忍住没有拆，就在视频里一起来和大家分享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刚才拆那个丝带拆了半天，那我们继续。是这款 Capsin， 哇，超美超精致的，这是今年新出的藤编的款式，是 mini 的大小，哇，真的好精致啊。Capsin 是我长草了很久的一个包款，它也是 LV 包包里比较贵的一款，全皮的款式就会偏成熟。然后去年夏天看上了一款粉色鸵鸟皮的，那后来忍住没有买。然后今年夏天看到出了这个藤编呢，我觉得简直非常的完美，很夏天的感觉。然后这个藤编的款式让它多了休闲感，同时也是很优雅又贵气，也是非常精致的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入手这种藤编包，它不是草编，这种藤编包就是更加的硬挺，它完全是硬的，然后也更立体、更精致的感觉。然后选的是配棕色的皮质，同款还有黑色、白色和粉色，但我觉得棕色和这个藤编包搭配是最完美的。而且好像只有棕色这款，它的手柄是这种编织的样式，我觉得也是更漂亮，更有这种细节上精致感，也是更度假的感觉。来给一个近景特写，超美的。然后背面有几个铆钉，底部也是带铆钉的。然后手柄这儿的设计也蛮特别的耶，然后前面是 LV 的 logo， 然后它的盖子是这样塞到这个包里，或者也可以把这个盖子拿出来，你看盖子上还有一个 LV 的小花，然后里边是这样粉白印花的，里边看上去是布的，但它其实好像也是皮质的呢。它的这个盖子不是这样塞进去的吗？然后它在这边是有一个袋子，可以把这个盖子这样塞进去，就可以固定住，这样的。然后这个包自带了一根肩带，它是这种打孔的，所以可以调节各种长度。这是把肩带装上的效果，现在是最短的长度，比较适合单肩背，然后也可以把肩带调长，也可以斜挎。那这种比较优雅的包款，最好看的还是手拎，但这个包就没办法挎在胳膊上，因为它这儿的空间太窄了。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包的容量，它看上去是这么大，但实际容量应该会更小一些，因为这个藤编包它的厚度是比较厚的。而且这个包每次这样打开的方式我还有点不习惯，这样打开还挺麻烦的，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容易这个皮质有划痕，看上去是没有那么娇嫩，但谁让它美貌呢？这些都可以忍。来看一下手机 iPhone 16 Pro， 带手机壳，它竟然放不下手机，手机这样是放不进去的。斜着的话只能是这样搭在这儿，会露出来的，不能完全放进去。啊，它竟然是放不下手机的，那手机只能拿在手里或揣在兜里了。然后卡包
其实日常出门也不一定带卡包，可以带2张卡放到后面带拉链的这个内袋里，还有钥匙包、耳机或者那种折叠的墨镜也可以放进去，然后再加一个口红，其实基本上这就差不多了。再加一个气垫呢，气垫就放不进去了，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就基本差不多了，而且容易从两边这儿掉出来，所以这个包的容量没有很大哎，比我预想的要小很多。我以为起码它能放下手机的，但它真的就是很小巧精致的这样一只包，就带不了多少东西。而且这只包超级难买，非常的限量。好几次都没有订到，所以越订不到我就越想买。而且这个藤编的包包真的是很特别。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简短的一期。我觉得这只包包它值得拥有自己单独的一支视频。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给我点个赞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戴的首饰都是来自Missoma的，他们家现在有618大促活动，我会把我今天的穿搭链接，还有我之前推荐的其他款式都放到信息栏，还有折扣码，那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，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